面这边。陆夫人这会儿已经带着宾客们过来了，快这边！了不得！你看，那不是世子辛纳的夫人吗？出什么事儿了？了不得！陆夫人出事了！快说，什么事？宴席中不知是哪位宾客在桃林内调戏库迪大娘，我们实在拦不住。竟有这样的事，快带我去。是。李显，还不快把裴元兄送回去？登徒子在哪儿？竟敢在河东公府做这样下流的事情！就是他行的无耻之事！贱婢，满嘴胡言，还不给我滚！世子明鉴，婢子并未胡说。启禀世子，此人私闯内院，是来与他私会的。世子方才不在，没看到他们两个。哎，你休得胡说！分明是他说。我是来替库迪娘子给郎君递话的，求郎君一见。难道库迪娘子约我见面是假？有人要陷害我与她有私情才是真的。此时若我说出真相，那旁人看来就是承认与她私会了。这可如何是好？回禀世子，婢子并未胡说。适才，我与阿桃陪同世子的新夫人，路过桃林时，捡到了这个。夫人只怕有人在河东公府内做出有损名节之事，所以才急着赶过来看看究竟。没想到瞧见的，竟是自己的娘家姊库迪大娘。世子，你看，库迪大娘的裙上也绘着水墨荷花，与这纸上画的是一模一样。可见这荷花就是库迪大娘画的，上面的字自然也是库迪大娘写的。你胡说！翠竹，你且住口。有什么话待会儿再说也不迟，只怕这出戏还未完呢。咱们先别打扰了他们的雅兴。大长公主，我不想活了！库迪大娘她……不知众位夫人在此，珊瑚都有得罪。何事惊慌啊？库迪大娘怎么了？又没外人，说吧。我刚刚不小心路过桃林，碰见琉璃和一名男子正在私通。珊瑚，这事儿可不能玩笑，你可看清楚了？回禀阿家，我方才路过桃林，看见琉璃的婢女正在桃林外站着，我便上前询问，他家娘子命他守候。自己进入桃林许久，他也是担心库迪大娘的安危，我们二人决定去桃林内看看，结果就看到琉璃正在和一名男子幽会。众目睽睽之下，竟然做出如此不堪之事！众位夫人如果不相信，请随我去桃林看看。或许这是真的。清醒点。
兄长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方才库迪二娘在大公主处哭得死去活来，说是正好撞见了丢尽颜面的丑事，还哭着说不想活了。大长公主让奴婢跟着大伙赶紧过来问问，正好看到这衣衫不整的模样，定是做了不检点的丑事。大长公主要是知道这都是真的，定会严惩不贷。你们，且慢。参娘，请问库迪大娘，适才这边到底发生了何事？夫人问得好，我也一直在纳闷呢，不知这究竟发生了何事。阿春、阿桃和我亲眼所见，怎会有假？分明是你们二人友情在先，众目睽睽之下还敢狡辩，你对得起谁？珊瑚，你是血口喷人！你闭嘴！你不过是我的妾，这里不容你胡说。方才之事，分明是有人故意陷害我家夫君。此事今日若不查清楚，我绝不善罢甘休。这到底怎么回事？看这小样。请问库迪二娘，你都看到了什么？为何要去寻死？只因刚才他们行龌龊之事，他们衣衫不整，把我吓到了。珊瑚，你的意思是说，我和裴郎君在这人来人往的路上就衣衫不整了？自然不是，你们是在那林子里。我刚好和几个婢女路过，拾到了你画的那张水墨荷花，上面写着“阅人思会”的话，方才起了疑。不成想才几步路，你们就在那林子里，在那林子里。别血口喷人！你和2名婢女一看清是我，便吓得赶紧跑，而且3个人都是一边跑一边大声哭叫，是吗？照库迪二娘刚才所说，她是撞见了自家子子的奸情，又不是撞见了鬼，为何要带着婢女一路哭喊，故意惹人知道？这就已经够奇怪的了。她还闹着要寻死觅活，让大长公主亲自出面，这安的又是什么好心呢？敢问库迪二娘，如果这事儿真的让你寻死了，那么仵作该怎么写你的死因呢？难道真的要写为自家子子羞愧而死吗？请问世子，世子方才从看到珊瑚，再赶来此处，一共花了多长的时间？这几步路，也就2、3个呼吸的时间。世子过来时，我已是站在这边。大家试想，在2、3个呼吸内，哪够我从林子深处跑出来，再涉水到此？还能把衣裳头发都整理妥当。这个贱人，好大的胆子！娘子，你是糊涂了吗？咱们分明先是吓得跑了出来，不知道如何是好。他们2个又从林子里追到了这儿，库迪大娘还言语要挟，吓唬你不许说出去。你这才哭起来就跑出去了。正是，我原是吓糊涂了，所以才词不达意。好，即便算是你记错好，不知你可还记得，这名婢女当时身在何处？她是你的婢子啊，所以她一定会在路口帮你俩把风。翠竹，既然珊瑚都这么说了，那你便向大家讲一讲方才都发生了什么。请夫人明鉴，方才我和安妮姐姐伺候库迪夫人在大长公主府作画，
画的就是那幅水墨荷花。我们从大长公主府出来以后，库迪二娘非要送我们，还说这里是近路，拉着库迪大娘便从这里走。刚走到这儿，就碰到了他，领着醉了酒的郎君就过来了。人还没走到跟前，库迪二娘鬼哭狼嚎的就跑了。也就一眨眼的功夫，世子就过来了，接着诸位夫人也过来了。她是我子嗣的婢女，她说的话怎可信啊？哼，你这婢子好生糊涂啊！你要护着你家主子倒也就罢了，怎还编谎话陷害库迪二娘？大长公主分明说了，你们早就出来了，而你却说，你们是从大长公主那儿直接抄近道过来的。你是想说大长公主也在污蔑库迪大娘吗？世子夫人，岑娘不知大长公主是否说过这话，只知道这翠竹是我崔家的家生婢女，随我陪嫁到都尉府，跟了我足足有15年。无论是我本家还是都尉府，无人不识翠竹。适才大长公主召库迪大娘前去作画，恰好事后大娘笔墨的婢子不在，我才好心派翠竹前去帮忙。翠竹，你随库迪大娘去一趟。是。这前后总共不过1个时辰，我的贴身婢女又怎会帮着外人来骗我？若按照库迪二娘所说，我的贴身婢子帮着我的夫君和其他女子私会，还充当放哨的，这又是什么道理？还请世子夫人替我与众人分解分解。没有必要说谎啊，就这样，可能会让人就是在撒谎吗？怎么可能？你胡说！你胡说！这婢子分明是跟着我子嗣的，她是我子嗣的婢子，怎么是你的婢女啊？大家都知道，我平时不爱走动，所以府上的人不认识翠竹不足为奇。还好今日河东公府贵宾云集，横竖有我裴家和崔家的亲友认识翠竹，他们不知此番变故，所以不会偏袒我和我的夫君，更不会偏袒库迪大娘。还请诸位随我一起去问问，便知我有没有胡说。哎，岑娘，岑娘，此事是我一时失察，岑娘还是莫要将此事闹大了，否则只怕对裴氏家族的名誉有损啊。世子夫人也知道此事有关裴氏家族名誉啊，难道我的夫君就不是裴氏子弟？难道库迪大娘就不是裴氏之妇吗？今日此事若不查清楚，裴氏家族的声誉才真是一丝都不剩了。夫人，请等我一等。大娘，哎呦，你看这事儿弄的，大娘，你快帮我劝劝岑娘。她是来替我洗刷冤屈，替夫君讨还清白，我又为何要劝？大娘，只要你肯作罢，那洛阳的庄园日后便全由你做主，我会帮你拿到地产契约，如何啊？世子夫人可是糊涂了吗？今日之事关系着裴氏名声，跟守约在洛阳的田产又有什么关系？怎好拿此事来做交易？心里有鬼吗？就是。给我丢人！娘子，哎呦，快起来，快扶起来，起来！请大长公主保重玉体，切莫动了肝火。
阿崔呢？还有珊瑚那个贱人呢？一个个都死哪儿去了？阿佳，你可真是越来越能干了。你究竟是怎么想的？当着众人的面跟琉璃提洛阳田庄，你这不是没事找事儿吗？媳妇办事不力，请阿佳重重责罚。珊瑚呢？回阿家。珊瑚受重罚后，正在房里休息。休息？好得很，办砸了事，竟然还敢在屋里舒舒服服地躺着休息。请大长公主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阿佳，阿佳，奴婢这就去太医署请御医。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只怕你说的不是真心话了。我说的是真心话。大长公主能用得着我的地方，珊瑚就算粉身碎骨也心甘情愿。粉身碎骨也心甘情愿。好，这可是你说的。珊瑚就算粉身碎骨也心甘情愿。珊瑚啊，那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。来人，把珊瑚拖下去，加法伺候，给我狠狠的打，没我的吩咐可不许提。不要！大长公主饶命啊！大长公主饶命啊！阿崔，你自己去领10个板子，再敢做错事，和珊瑚一样。阿卢，我有事交由你去办，请阿佳吩咐。此事还需推到珊瑚身上，只说是她们姊妹不睦闹出的笑话。若是这样，那我们得哄着珊瑚依着我们的说。不知阿佳为何又要这样教训他？郎君、娘子，河奴公府那边又有新动静了。前几日请入府的太医都是按照1日3次，到昨日已经改成了1日1次。但就在今天，他们又请了一个相熟的外伤医生入了府，也不知道是何缘由。太医从1日3回变成1日1回，说明大长公主的病就快好了。可为何突然又叫了外伤的医生？阿成，你派人
去河东公府盯紧一些，再找人去库迪府，就说我今日会去拜访岳父大人。是。阿曹，你莫怪我心狠啊！我早就告诫过你，人家琉璃现在已经今非昔比了，万不可再造次。珊瑚刚嫁过河东公府几日啊，就闹出这种是非来。人家琉璃虽然没跟我说，但外面已经传得沸沸扬扬，说什么珊瑚记恨自家子嗣，在人家大长公主的芙蓉宴上做局，陷害子嗣的名声。今日守约下帖说要过来，定是来讨说法的。你们不想好就罢了，干嘛要连累我的前程啊？郎君，裴明府的马车已经到了。到了啊！快把他的门锁上。你们先去，我来。哎呦，守约来了啊！岳父，哎，不必客气，我刚好有些公务上的事要跟你请教。快，里边请。啊，我刚好准备了一些上等的茶叶，一直都没舍得喝，就等着你来煮呢。快，里边尝一下。守约，请吃茶。多谢。今日怎么没有见到曹娘子啊？阿曹她病了啊，病得有些糊涂。我找医生给她瞧过了，说是痰迷之症，不方便见人的。所以我给她安排到厢房去静养了。夏日炎炎，想必是有些中暑了。是的。正好，小婿啊，在家里准备了一些解暑的瓜果冰盘。此番前来呢，就是想请岳父和曹娘子去寒舍消磨2日。如今看来，只有岳父可以赏脸了。不知岳父这2日是否有别的安排？没安排。那就好。今日这气候正好舒爽，车也在门口候着，不如岳父这就随我一起去。这就去？对。好，那守约你先坐，我去准备一下啊。好。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我有话要跟裴明府说。守约，不要理他。冤有头，债有主。当年对不起琉璃和他阿娘的人是我罪有应得。求你们救珊瑚一命啊！她是琉璃的亲妹子啊！若你们这般狠心，姊妹相残，会有报应的。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把他嘴堵上！是。慢着。既如此，我倒想听听曹娘子的道理。你不好好养病，你胡闹什么？裴明府，你想想，珊瑚就是再胡闹，她嫁去河东公府才几日，怎么敢做出此等事？
岳父，请稍后。琉璃，你今日不让我随你去阿爷家，又不让我待在家中，反而让我在此等你，是有何事啊？今日家中有访客，你不方便一人回家，随我回家便是。郎君、娘子、库迪大人，这河东公府的卢夫人突然到访，还从车上抬下了一个病恹恹的女子，说是来给娘子负荆请罪的。我说二位不在，她却坚持要等。我看他们在门外，太有失体统了，就把他们请了进去。现在一行人啊，都在前院的厅堂里等着呢。那女子莫非是珊瑚？阿成，去秋院把萧医师请到厅堂来。是。岳父。这卢夫人是临海大长公主的二儿媳，她突然造访，又抬了人来，想必大长公主对珊瑚用了家法。家法？这可如何是好啊？小婿本来是想请岳父来闲度几日，却没想到遇到这样的事情。如今之计，还是先去看看吧。阿卢见过阿兄阿嫂。阿卢今日冒昧前来，还请兄嫂恕罪。卢夫人莫多礼，这位是我阿爷。请问卢夫人，珊瑚这是怎么了？想叫兄嫂得知，芙蓉宴当日之事已经查明，都是你妹子一人策划的。大长公主命我把世子写的休书带来，交与兄嫂。此后，珊瑚与我们河东公府再无关系，兄嫂随意发落便是，不用在意我们河东公府的面子。这珊瑚刚嫁过去几日，你们怎么能说休就休呢？珊瑚的婚事是河东公府和我阿爷定下的，琉璃并不知情。无论今日是何事理，还应由我阿爷做主。阿爷，此事你看如何是好？都怪我一时糊涂，这如今不均口的鸡犬不宁，还耽误了珊瑚的重事。这种吃人不吐骨头的河东公府，我们不回也罢。珊瑚啊，阿爷带你回家。请。裴明府，冒昧问一句，这小娘子的伤怎么拖到这般时辰？现在看上去似乎还好，只不过是一碗参汤吊起了精神，只怕拖不过2日去啊。珊瑚的性命留不得了，将她打个半死，再用参汤吊着小命，丢到裴守约府上，交由琉璃处置。只要珊瑚死在
们哪有伤他？不过是世子盛怒之下失了分寸，踹了他一脚。想是踢得重了些，喝汤药也是为了给他调养，怎么反成了我们的不是？珊瑚，你想说什么？夫人，老夫先前嗅到他身上的药味儿，根据现在的情况来看，应当是服下过哑药。哑药？那还有的治吗？若还有一丝希望，也请萧医师费心。此药最是凶险，一旦服下，日后便再不能开口了。请问萧医师，那他除了嗓子，他这病还有的治吗？裴命夫，这种伤势，恐怕……还请医师再试上一试，裴某感激不尽。裴明府太客气了。好吧，那萧某便借府上纸笔一用，再开个方子，试一试吧。请。珊瑚吉人天相，又有神医妙手，定不会有事的。河东公府下聘将珊瑚娶了去，珊瑚就是你们河东公府的人。如今珊瑚在你们那儿犯了错，大长公主非但不好好调教，反将人折磨成这样，然后不清不楚的往我这儿一丢了事。珊瑚此时若有个三长两短，大长公主难道要我背上杀妹的名声吗？阿嫂，请见谅，大长公主这么做也是为了替你出气。再说了，大长公主近日身体不适，太医再三嘱咐说不可再动怒，所以阿卢实在不敢违逆大长公主之命，怕再惹她生气。阿卢告辞。见过卢夫人。你们怎么来了？回禀夫人，洛阳各庄园今夏收成甚好，小的们是来向大长公主交账的。阿佳，交代你的事情都办妥了。回阿佳的话，我已将珊瑚送去了裴府，亲手交给了琉璃。在这之前，也按您的吩咐给他喝下了哑药，以防他还有力气胡乱说话。库迪府你去了？啊，我本想将珊瑚送去裴府后，就去见他阿爷阿娘，不曾想。裴行俭和琉璃抢先了一步，将库迪言中接到了府上。正赶上我将珊瑚送去，珊瑚这一身伤藏也藏不住，都被他瞧见了。我不是让你给他喝了参汤以后再把他送去吗？的确是按您的嘱咐给他喝了参汤送去的。可裴行俭叫了医师过来，当场就诊断出珊瑚身受重伤，命不久矣。咱们想坐实琉璃害死珊瑚，恐怕是不成了。去，把那些庄头们都给我叫过来。是。
琉璃，阿桃，阿桃，无论曾经发生什么，我从未想过要去伤害珊瑚。所发生的一切，也都是珊瑚他自己做出的选择罢了。阿曹，阿曹啊，这都是珊瑚的报应啊！别再说了。妹妹若想学，我教你便是。你真肯教我？为何不肯？